众所周知，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拜登也曾多次表示，在中美关系方面，美国不会与中国寻求对抗，但是也绝对不会允许中国超过美国。所以，眼看着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中国提出了和平倡议，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美国担心中国会靠着维护和平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在此背景下，美国又开始利用台海问题来对我国进行挑衅和制造混乱了。据环球网近日报道称，美军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克蒂斯威尔号在5月18号通过了台湾海峡，并且在此期间，我国卫星还捕捉到有3架美军侦察机正飞往南海活动。对此，有专家推测，这些军机可能是为美军舰提供情报支援的。毫无疑问，美军这又是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来对我国进行挑衅了。而且这一次，美国海军第7舰队还公开发布了该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时的现场照片。这种行为很明显是美军在故意炒作，想要制造混乱，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对此，我军东部战区立即组织了兵力对美军舰的行踪进行了全程跟踪监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在相关海域还进行了实战化演练，演习内容包括在假想敌对我军舰艇编队实施导弹发射时，我军驱逐舰编队完成目标锁定后，再发射干扰弹进行干扰，最后利用副炮对来袭目标实施了火力打击。不得不说，美军选择这个时候穿越台湾海峡对我国进行挑衅，也是中了我们的下怀。我军完全可以将美军当作现在的陪练对象，如果在对美军舰进行跟踪监视的过程中，他们有任何的不轨行为，我们就可以立即对其进行火力打击。所以说，主动权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美军舰根本就掀不起什么大风浪。这样看来，美军本想通过公开穿越台湾海峡的照片来挑衅中国的行为，就有点自取其辱了。对此，台湾实践大学副教授赖岳谦就笑着表示，美军打不过解放军，他们忘了在朝鲜战争的时候曾向中国投降。然而现在的中国远比那个时候更加强大，所以美军在挑衅中国军队的时候，应该要更加慎重。近些年，美国千方百计用一切手段打压、遏制、妖魔化中国。在各个方面，美国和盟友不提中国，似乎就说不了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儿。很显然，美国打压中国已经走火入魔。而在美国打压的背景下，中国科技领域接连放大招，竟在1天内就接连放出4个大国重器。5月19号注定是里程碑式的一天。据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消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最大海上原油生产平台陆丰14-4中心平台在南海顺利完成浮托安装。我国已经具备了全天候、全海域浮托技术和施工能力，掌握的浮托安装种类数量、技术复杂性和作业难度等都位居世界前列，是以后我们海上勘探和开采石油的重器。同一天，我国地下空间开发载天硬核利器，在19号上午，世界首台超大断面硬岩复合底层巨型顶管机天飞1号在厦门交付，断面开挖覆盖率达 95%， 对强度高达100压强高强度硬岩地层也能进行挖掘。基建狂魔载天利器。19号，除了下海钻地之外，还有升天。我国国家航天局发布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1号任务探测器着陆过程2气分离，以及火星车拍摄首张火星图片。在天问1号着陆火星时，由于没有影像资料，很多人还没有实感，甚至还有外国质疑。在看到首张火星图片后，破除国外质疑，很多人的心里也有了一种更震撼的感觉，我们终于到了火星。同时，中国科大中科院量子信息和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公布，成功研制了62比特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机原型祖冲之号。当前，量子计算机成为世界科技大国争相追逐的重大科技挑战，而祖冲之号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量子比特数的超导量子体系。除了量子通信，我们的量子计算也走在了前列。除此之外，我国还连续公布了多项科技成果，包括5月17号，中国国家重大科技技术设施高海拔宇宙观测站在银河系内发现大量超高能宇宙加速器，并记录到能量高达 1.4 拍电子伏特的伽马光子，这是人类迄今为止观测到的最高能量光子，开启了超高能伽马天文学的时代。20号，中国天眼 FAST 的望远镜公布最新重要进展，新发现了201颗脉冲星。就在中国科技大爆炸的时候，美国却还在沉迷政治游戏，用虚假的人权问题抹黑中国，到中国周边大搞航行自由，甚至用外交胁迫阻止北京冬奥会。但中国并没有跟着美国节奏走，而是继续走自己的路。本周，为了撕下美国的人权伪装，
我国长光卫星官方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系列在美国腹地观测到的关于印第安人的聚集地，从照片中清晰地曝光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现状，正在美国人权的保护下逐渐走向彻底灭绝。可以说，中国卫星这一次美国之旅直接撕下了美国的人权伪装。在美国中部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交界点，有一块 7.1 万平方千米被称作纳瓦霍族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也是目前美国硕果仅存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然而这块地方从卫星图片的表现足够用赤地千里来形容，没有植被又山脉连绵，可以说光是保证族群所需要的食物都是个大问题。此外，该地区 60% 的居民没有电力供应， 40% 的住房没有自来水供应。很难想象这种情况是出现在一个科技实力世界第一、经济体量暂时第一的发达国家。而且这次疫情，该地区更是全美感染率最高的地区，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医疗卫生和自来水上。该地区资源贫瘠，美国又故意不管，纳瓦霍族自来水都没有，更不用说居民日常清洁。此外，因为自然环境的食物产出贫瘠，印第安人只能依赖本地区仅有的几个外来超市供应，感染情况可想而知。讽刺的是，这种情况也并非今年才出现，而某些顶着中国人样貌的牧羊犬却无视了这种血淋淋的状况，为了攻击中国，反复鼓吹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仿佛北美大陆上的原住民就理所应当的应该光着身子去捕猎，就没资格过上现代化的生活。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当前政府的建立完全就是建立在对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单方面种族灭绝上的。从最早英国清教徒在北美大陆东海岸登陆，建立13个殖民地，到后来对英独立战争、西进运动等，无数的印第安人死于其手。可以说，美国当前的一些政客动辄就将人权问题甩在中国身上，随口捏造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本质上是在将自己做过的事情想当然地复制在了中国身上。此外，新疆问题，美国等一众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内政造谣抹黑、口诛笔伐，人权旗号更是又一次成为了美国标榜自身的重要标志。然而在巴以问题上，美国却公然出售了快8亿美元的精准制导武器给以色列，用于威胁以色列精准的地点清理巴勒斯坦平民。可以说，当前的美国已经是世界各民族的毒瘤。根据俄罗斯媒体最新报道，当日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所组织的视频会议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于那些对俄罗斯怀有不良企图的人进行了一番霸气宣言。他表示，他是知道是有很多人想要咬俄罗斯一口的，但是他要那些人知道，谁敢分裂俄罗斯如西伯利亚的领土，俄罗斯就会打掉他的牙齿。里指代的当然不只是某个人，而是意有所指向美国。打掉牙齿实际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比喻，俄罗斯还是有底气来放出狠话的。在这一次会议上，他还剖析了美国及盟国一直以来针对俄罗斯的原因，表示一个国家变强了，那么反对这个国家的人就会立刻想方法设置来限制这个国家的发展，哪怕需要编造借口和理由。他们也尝试，实际上这种尝试自从苏联解体后就一直存在。普京不但剖析了美国等国家针对俄罗斯的原因，还提出了解决这一状况的办法。他表示，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发展壮大俄罗斯的军事武装力量，也只有俄罗斯拥有了锋利的牙齿，才能让那些人忌惮，不敢轻易动想法来针对俄罗斯。他表示，当前是有人公开表示俄罗斯不应该独自拥有西伯利亚的，因为西伯利亚拥有丰富的物产，所以就有人认为它不应该独自属于俄罗斯。普京却觉得这种说法是很奇怪的。俄罗斯虽然拥有 1.46 亿人口并不算多，但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了。凭国家人口就来质疑国家是否应该拥有领土，简直是匪夷所思。当然，普京也提到，俄罗斯并没有想要为了发展军事就放弃经济发展的意思。实际上，俄罗斯也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底蕴，但是俄罗斯在军事开支方面是远远落后于美国的。他表示，按照汇率折算，俄罗斯今年的军事预算仅只有420亿美元，而美国的军事开支却高达7700亿美元，甚至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但是普京也指出，现在的俄罗斯军队是配备有最现代化的核武器的，足以不畏恶意。